本视频由阿米诺熊猫机械键盘赞助播出，键盘艺术家阿米诺。请注意，距离大头菜交易市场关闭还有10分钟。欢迎来到攻壳机场，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服务的吗？我要出门，快！你是要去本地岛还是外地岛呢？外地。你还有一张离程券，请问需要使用吗？不需要，麻烦快一点，我赶时间。我们最近在和阿米诺机械键盘搞优惠活动，使用离程券可以享受优惠哦。你好，不用。好的，现在帮你办理外出手续。手续已经办好，祝你旅程愉快。请注意，今天的大头菜交易市场已关闭。奇优联机宝加速你的成功之路，助你1秒钟几百万上下。全球的华人家，各位好，我是聂俊。今天是就这玩游戏第101期，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啊！神奇在哪里呢？神奇在它是100期之后的第一个，所以今天就聊聊一个专门为这一期所准备的游戏《神奇101》。作为一款曾经由任天堂撑腰 VU 独占、神谷英树、稻叶敦志领衔及皮克敏、红霞乔伊、大神等一票神作既视感于一身的画风独特、系统创新，现在又通过众筹登陆全平台的白金看家大作《神奇101》，在游戏历史上的影响力那是相当的大。个屁呀！原版销量直接爆死，更别说国内没有影响力啊，放在国外啊也是个冷门。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对他爱的疯狂，恨的咬牙。但是就是这样一款商业上完全失败、玩家口碑又见仁见智的游戏，白金却很不服气的穷尽办法想让它重见天日。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沦丧呢？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白金如此执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优点突出但缺点对峙的腰间盘突出啊，但又让人拍案叫绝的神奇游戏，以及应很多人的要求，来聊聊白金工作室。顺便看看各位的反应啊，或许以后我们可以不聊单个游戏，而聊一整个公司。如果各位喜欢啊，就吱一声，来把吱打在弹幕上。为了对抗来自宇宙的强大侵略者，仅由100人组成的战队挺身而出。这神奇的100名外卖小哥啊，不会对外公布身份，就算战死也不被世人所知。人们称他们为神奇101，最后的那个人就是你。神奇101讲了什么故事啊？听完这段游戏里的开场白，就可以猜个8、9不离10了。没有不务正业的王子，没有尔虞我诈的阴谋，化身英雄拯救世界。神奇101和他所致敬的战队系列特色片一样，简单明了，热血沸腾，举手抬足间全是中二的气息。但这个直白仅仅停留在设定上，要说具体的游戏玩法，那还真不是3言2语能够讲清的。事实上，白金自己也承认，当初神奇101销量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无法直白地理解游戏的定位。大部分人看完了预告片还是似懂非懂。我相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会把神奇101误解为那种娱乐向重趣味的小游戏。毕竟画面上都是巨大的敌人，配上一群蝌蚪大小的人类，略带塑料的金属质感，加上微缩的场景，看起来就很玩具总动员很不严肃。然而神奇101其实特别硬核，难度相当高，属于白金最擅长的传统 ACT 游戏。一样都是章节式的流程，一样要在商店买招式，一样有熟悉的道具合成系统，甚至后期一样可以通过插件来实现烂大街的魔女时间。无论案件的布局还是细节的安排，这就是最经典的白金模板。只可惜很多玩家连这一点都没意识到，就匆匆的把它放进了不感兴趣的黑名单。当然这也不能怪白金，任天堂的皮克敏和神奇101的处境非常类似，一样都是看起来幼稚，玩起来比间谍还难啃。为此我们之前还做过相关的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总之，皮克敏作为宫本茂大师的作品，在任天堂第一方的究极光环之下，商业成绩也远不及自家的兄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不敢做新 IP？ 就像当年老贼的魂系列发展了这么多年，才最终获得市场的普遍认可，这就是非常现实的创新成本。
神奇101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款很难推广的游戏。不过，对于当年购买了神奇101的人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看破真相的幸运儿，因为这游戏体验真的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啊！虽然神奇101的动作系统和传统的 ACT 类似，但这个系统的实现方式却大不相同。因为游戏的主角从贝姐这样的单兵一下子跳到了100人多人运动啊！去年同样由白金制作的《异界锁链》，玩家只是同时操纵2个角色，就有人抱怨头脑混乱、左右互搏了。真要是玩家操纵100个角色，那得直接搞成精神分裂啊！所以神奇101的本质当然不是如何操纵这100个角色，而是在保留个体的前提下，怎么把多人表现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团队。由此就引出了神奇101的核心机制——联合变身，或者叫多人合体。不是啊，这个游戏明明很正经，怎么总是被弹幕带歪呢？游戏里玩家的武器不是角色自带的，而是靠队友合体变出来的，而且变形的过程也需要玩家手动操作。画个圆就是拳头，直线是剑，拐角是手枪 ，S 是鞭子，棒棒糖是锤子 ，G 是爪子，倒过来的棒棒糖呢是炸弹。图案画得越大，用到的人越多，变出来的武器就越大，伤害和范围也会越夸张。没错，在这个游戏里真的可以用40米的大刀和房子那么大的拳头锤爆敌人的小胸口哦。有趣倒是蛮有趣的但这个设定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上手成本极高。它不是大神那种辅助用的画笔而是决定玩家战斗方式的核心机制。大家想想如果鬼泣换个拳套还要画个圈，换大剑要画个直线，这游戏要是还能玩，你就是毕加索了哈。所以虽然 Wii U 和 NS 版本支持触控屏画画，但我很怀疑有多少人会用到这个功能，因为手频繁的离开按键真的很烦，右摇杆才是正确选择。但用摇杆又会遇到精准度的问题，哪怕游戏对图案的精准度要求很低，就算是灵魂画手都能识别出来，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画不对的尴尬。我就很不擅长画爪子的 G， 经常手一抖就变成了鞭子的 S， 所以我是抖 S 吗？这种情况在前期不熟悉时尤为严重想要换武器却换不出来的憋屈，堪比打不出喷嚏我记得有一个强制卷轴的飞行游戏，要玩家用爪子开门，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的画不出爪子，复活点的时间又特别紧，这人一紧张就更加画不出来了，来来回回硬是被画面拖死了好几次，都快把我气成个牙缝河豚了。对于一个硬核的动作游戏来说，让玩家抛弃这么多年的动作游戏经验改行画画，本身已经是非常不友好的转职体验了。再加上画画的速度和精准度还需要长期的肌肉记忆，这过程有多劝退大家可以自行用脚写字来模拟一下。但是如果我们度过了这个煎熬的时期，那新世界的大门也就缓缓的打开了。联合变身不光用来战斗，也是游戏互动解谜的关键。合理运用这些工具人队友，能帮助玩家攀高楼、渡悬崖，甚至变身人肉滑翔伞。联合布丁能反弹钝器攻击，大剑能反射激光吸收雷电，爪子能攀爬墙壁撬开大门，拳头能扭动机关附魔火焰，鞭子能卸下荆棘抓住钩索，手枪能吸附炸弹以牙还牙。最有趣的是锤子，除了最基础的地形破坏，在水面变锤子可以沉入水底，举在头上还能当安全帽防御掉落的攻击。相比于传统 ACT， 神奇101的战斗更考验玩家的处理方式。方式用对了效果就像屁眼插了火箭；方法用错了操作再溜也是白搭呀。比如荆棘敌人就一定要先用鞭子卸甲，才能对本体造成伤害。战车需要反弹炮弹来破坏盾牌。迅猛型敌人只有在时间炸弹里才会露出马子的脚，也有需要爪子才能掀起你低头盖骨的外星螃蟹。游戏里的 BOSS 战就更加是大型解谜游戏了，每个形态和招式是要躲是反弹还是特殊武器加以克制，都是玩家必须思考的问题。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游戏的趣味性很强，不断有新的机制配合新的玩法出现，缓解了传统 ACT 过于注重战斗就太死板，注重解谜又被嫌弃拖时间的尴尬。直接在战斗里融入了解谜甚至有种玩老人游戏的错觉。一旦找到了攻略方式，就会特别马蹄爽其内容密度也是我玩过的传统 ACT 里最密集也最有趣的一个。这种极具魄力的战斗演出不但赏心悦目，也会让人惊叹白金的想象力之丰富玩家永远都猜不到下一场 BOSS 战游戏会甩出什么样的荒诞设计。单论流程设计的话，神奇101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白金游戏，没有之一。而在思考战略的同时，玩家还要管理自己的队友没错，100人的团队并非只是挂名，虽然死不了，但他们是可以被敌人攻击的
而队友其实就是战略资源，没有队友我们就不能多人合体了，不能防御，不能回避，基本就是个残废。队友的数量也会影响制造出来的武器大小，以及是否能够完成某些特定组合，所以保护队友就等于是保护自己。另外，玩家越是熟悉画图系统，就越会发现这套系统的上限很高，比如可以在攻击的同时预画另一个武器的图像，从而实现不同武器之间招式的无缝衔接。通过技能升级，还能同时出现4个武器，甚至鬼泣的追袭技巧，在这个游戏里也能通过奇妙的方式变相实现。睾丸一出手就能玩出黄牌空战的味道，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对机制的理解以及对团队人数合理的分配之上。虽然这些操作对普通玩家来说过于魔幻我自己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但只要看着这些疯狂的操作，就能切身感受到白金对神奇101的定位绝对不是简单的解谜游戏。但相对的缺点也是一周目不熟悉时必然会有痛苦的试错过程，这感觉有点像《最终幻想7》重置版的战斗因为游戏设计的过于有目的性，导致很难用操作去弥补方法上的错误，所以玩起来会感觉很不流畅，总是在犯错，总是在挨打，挫折感特别的强，就算是普通难度也很容易落命而且就连白金自己也承认，神奇101的游戏引导做得比较糟糕，重置版虽然对此做出了改善，但还是不尽人意很多提示还是模棱两可，一旦猜错了设计者的意图，体验就很糟糕。不夸张的讲，很多人可能直到通关都不知道这游戏是有锁定功能的。总而言之，神奇101的感觉就像是和白金谈恋爱抛开一切商业考量，放飞自我之后，白金这家公司的优点和缺点全都反映到他身上。喜欢的人可以包容他的缺点，大赞白金对演出极致的掌控力，乐于钻研这个不走寻常路的画图系统，感受白金式的无厘头幽默，恨不得通关了就直接去民政局领个证。而不喜欢的人呢，就会觉得这家伙特别不讲理，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充斥着神谷光头强烈的个人爱好，不友好的难度设计，糟糕的游戏引导，老生常谈的视角问题，还有多到令人发指的射击小游戏，真的让人想把神谷的光头按在地上来回摩擦。所以虽然我属于前者，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神奇101是不是个好游戏，真的得看各位自己的取向啦。白金工作室，一个成立至今也才13年的新兴公司，他们的游戏充满了火爆的演出、华丽的战斗以及撩人的妹子，被玩家戏称为游戏界的打工皇帝，坚定的魔女时间拥护者。如果环顾如今的游戏界，不难发现像白金这样专注于传统 ACT 的公司几乎仅此一家。即便最近2年忍龙小组的人王让玩家又开始想念忍龙4，卡普空的鬼泣5也将回忆拉回了多年之前，但白金却在过去的13年里制作了13款动作游戏。白金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动作游戏的代名词。对于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白金来说，2020年更是意义非凡在年初就公布了首个自主研发的 IP Project GG， 并在东京开设了规模100人的新工作室，然后再次发售了白金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发行的游戏，没错，正是神奇101。2020年成为了白金第2个创业元年。在这个脱胎换骨的时间点，为什么要选择神奇101这个颇具争议的游戏呢？要弄明白缘由，需要看向白金过去的历史。白金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光时刻，无疑是2009年发售的《猎天使魔女》，它成功到让无数玩家手掌都撸出了老茧我说的是撸手柄，想歪的投币点赞一条龙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公司来说，这个时期的白金的特点就是放低利益，狂秀肌肉，先把名声搞起来，赚钱的事以后再说。所以无论是猎天使魔女还是同时期的完全征服，都能看到很多大胆的设计。但这种日子随着白金和世嘉的关系的恶化而走到了尽头之后就是白金最尴尬的时期。名声确实有了，但钱赚的也少了，失去了大公司的支持，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完成游戏开发。看似大红大紫的魔女，但其实连开发续作的资金都筹集不到。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白金很幸运地遇到了任天堂。这里我要夸2句任天堂他们对白金真算是有情有义啦。虽然 Wii U 可怜的装机量拖累了销量，但即便面对神奇101惨淡的成绩，老任也没有停止和白金合作，继续支持白金完成了猎天使魔女2，并在后期将星际火狐0交由白金开发。到了 NS 时代，更是保持了良好的合作。2017年，世嘉要在 PC 上发布魔女1的时候，老任免费提供了他们当年出钱为 Wii U 版魔女1录制的日文配音。
现在白金能够推出神奇101的重制版，也是因为老任的无条件放手，才能实现全平台的登陆。虽然一样没有赚到多少钱，但对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任天堂，这个时期白金的心态多了那么点感恩。他们是真的想要制作几个好游戏，所以尽管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猎天使魔女2》是这段时间白金的代表作，但我反而不那么认为啊，因为《魔女2》终究是在1代的基础上的改良，它是白金在4加时代留下的产物。反观神奇101却是崭新的设计、崭新的玩法，既保留了白金的精髓，也推翻了以往的光环，无论深度还是游戏体量都不输《魔女2》，而且最重要的，它不是魔女的复制品，也不是鬼泣的延续品。神奇101才是白金想要在任天堂时期秀出的肌肉。我记得道爷敦志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华丽的连招、流畅的动作，这些都只是结果，不是目的。白金做游戏不是为了华丽而华丽，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当他们站在角色的角度思考他们的行为时，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白金独有的风格。虽然我们整天调侃白金的游戏全部都是一个模板，但是别忘了道爷敦志、神谷英树、山上真司这些创始人当初之所以要创立自己的公司，为的就是不再受限于大公司的管理，自由创作自己喜欢的游戏，独立创新，不惧潮流的张扬个性，其实才是这帮家伙骨子里的白金之魂。白金真正想做的不是打工皇帝，而是 logo 里那颗永远闪亮的业界之星。但因为在神奇101和魔女2不温不火的表现后，白金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向现实低头，先后制作了变形金刚毁灭行动和忍者神龟曼哈顿变种2个换皮游戏，导致玩家口碑急转而下。与微软合作的龙鳞化身也惨遭取消，这是白金最萎靡的时刻。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屑一顾的人。魔女时间也从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讽刺用语。如果不是尼尔机械纪元的意外走红，白金工作室的未来恐怕就真的是一片惨淡啊！就连出了名毒嘴的神谷英树也特地在推特上发文感谢横尾太郎拯救了白金。那转了一大圈，白金遇到过知己，也遭遇过低谷，有年轻气盛孤注一掷，也有低下头颅忍辱负重。重新站起来的他们变得更加成熟。今年新成立的东京工作室将会负责服务型游戏的开发，这是白金对生存世家的保险。但他们也决定重拾自己的理念，不光有自己的 IP， 也要自己发行自己的游戏。这一次，现实和理想两手都要抓。所以再回过头去看白金过去的游戏，4加时代的作品动不了，魔女系列太出名了，版权问题也很麻烦，合金装备崛起复轴在垃圾科乐美手里，其他换皮游戏肯定拿不出手。尼尔机械纪元又是合作开发，白金只负责了战斗，更加管不了了。而异界锁链才刚刚发售，所以思前想后，不难发现，神奇101其实才是白金自4加之后唯一一款不考虑任何商业成就，完全按照自己喜好彻底贯彻白金之魂的作品。这里有奇装异服的百人战队，有完全不考量学习成本也要表现的画图系统，有连 QTE 的失败都让人捧腹大笑的细节打磨，有为每一个白金粉丝精心准备的彩蛋玩梗，还有玩家都不一定会去细看，但制作组依旧执着的做好设定、建好模型的100个英雄造型、100把定制武器。对了，白金的新工作室也是100人规模，100人在游戏行业里不算多，但就是这100人将担负着白金未来的后盾，这不就是那100个英雄吗？所以神奇101或许不是白金最好玩的游戏，但如果神奇101都不能代表白金的青春，那谁又可以呢？神奇101的核心体验依旧是传统 ACT 游戏，但这个传统是建立在白金强烈的个人风格之上的。所以与其担心这个游戏好不好玩，我想大家更应该关注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设定，能不能接受神谷英树奇怪的调调。如果对特色文化没有兴趣，也不是忠实的动作游戏爱好者，神奇101高昂的上手成本就很不友好而且这个游戏1周目的难度曲线真的不低，就连基础的普通难度也是白金这帮动作游戏大神眼中的普通轻度玩家想要玩的轻松一点，绝对不要选普通难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好这一口，看到了战队文化会感觉特别亲切，以及各种大型机甲元素没有抵抗力本身也喜欢白金的其他游戏，那神奇101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宝藏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它的替代品。这游戏绝对可以为你提供一段不同于以往任何动作游戏的神奇体验。好，今天就到这里，Gameplay 中站，我是聂俊。
键盘艺术家阿米洛。